有緣人，若您刷到這條影片時，請勿錯過，此乃天意之賜，您的財運將如約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請滿懷信心，親自迎接這份富貴。訂閱點讚，給這份福澤一個回應，讓財富與健康更加穩固長久。有福之人在留言區評論一句接財接好運，為家人和孩子接下這份好運。願你闔家歡樂，事業順利，疾病與霉運永遠遠離你們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內容是1951年屬兔人留意，一段舊賬即將翻出，若能勇敢面對，便是破舊立新的最好時機，後半生開始轉順。1951年出生的屬兔朋友，一段你以為早已翻過去的舊賬，可能會在不經意間被重新提起或暴露，這既可能帶來短暫的困擾，也更可能成為一次徹底清理、重整人生方向的機會。如果你願意勇敢面对、誠懇處理，後半生的日子反而會因此變得更順、更輕、更自在。很多1951年屬兔的人到了這個年紀，已經習慣把過去的事收起來，往心裡裝，既不願再去計較，也不想再掀風浪。你們性格裡有柔和，有圓融，遇事多以退為進，講求和氣，懂得忍讓。但命理裡常說，未了的事終會找你，尤其當外界環境變化、家庭結構調整或者子女、親友之間產生利益牽扯時，那些舊賬、舊情、舊承諾就像沉在水底的沙石，被水流慢慢攪動，總會有被帶上來的時候。關鍵在於你如何面對這一次翻舊賬的契機，是逃避、掩蓋、拖延，還是正面、坦誠、化解？答案會直接影響你餘下歲月的輕鬆與否。從五行角度看，1951年屬兔者多見木性偏旺或土木相生之態。一方面木象代表生長、革新、柔韌，另一方面木偏旺若無適度制衡，會導致情緒易敏感，堅持己見或習慣性扛下不屬於自己的責任。到了晚年，若木未能被適當的土或金所調和，便容易把過去的恩怨賬當成難以放下的負荷，既影響心情，也拖累實際決策。當前大環境與你個人運程互動，可能讓一些曾經的誤會、合同、遺留的財務問題，甚至家族內的分配安排再次成為話題。這時候順應五行的思路是，用土的穩重與包容來化解木的糾纏，用金的清理與決斷來完成必要的收尾，而不是繼續用火般的激烈情緒去對峙。從命理與流年運勢看，晚年運常出現回顧與收尾的主題。人生走到這個階段，很多事情不是靠拼命向前就能解決，而是靠整理、清算和和解來完成。如果你在過去某段時間裡以情義為重，做了口頭承諾、書面約定沒有嚴格執行，或者曾經替人承擔過責任、做過擔保、留下過未盡的合同隱患，那麼這些欠賬很可能會在某個看似平常的節點被提出。形式可能是親戚間的爭執，子女對遺產安排的疑問，就有突然提起當年的一筆借款，或是你曾為別人做的背書被要求兌現。表面上看，這些都是小事，但問題的根在於牽連。一旦你不願或無法給出明確的交代，事情就会像潰瘍一樣越長越深，影響到家庭和睦、財產安排乃至心理健康。面對舊賬翻出，最忌諱的3種反應：一是急於回避，指望事情自我消失；二是情緒化回應，用怒氣或冷漠去對抗對方的質疑；三是不求甚解，草率答應以圖息事寧人。哪怕一時看似解決了，問題往往會以更複雜的面目回歸。真正有效的做法是先冷靜評估事實，這件舊賬是否有書面證據，相關的人和時間節點是否清晰，涉及的錢、責任的實質和範圍如何。如果證據不充分，誠懇溝通並記錄對話是第一步。如果證據確鑿，
那麼合理合法的履行或協商清償，甚至尋求中立第三方調解，才是長遠之計。親情與友情固然重要，但若把自己晚年的安穩建立在含糊不清的口頭約定上，等到矛盾爆發時，受傷的往往是你和你最親的人。具體到日常實踐，你可以做出幾個務實的準備。首先，整理好自己的重要文件，把過去的借據、協議、財務往來記錄、醫療單據、合同文本等集中歸檔，做到有據可查。很多糾紛並非因為問題本身複雜，而是因為證明鏈條斷裂，大家各說各話。其次，與家人開一次坦誠會議，把你關心的問題、可能存在的舊賬和你的意願講清楚，尤其是涉及遺產分配、贍養安排或長期照護計劃的，要盡早說清楚，減少日後紛爭。第三，遇到對方提出老賬所求時，盡量保持平和但不含糊的態度，先表達理解與尊重，然後約定時間與方式核實事實，不在情緒激動時做出承諾。若必要，邀請第三方見證或法律顧問參與，既保護自己也體現誠意。最後，注意身體與心情的調整。舊賬翻出往往伴隨焦慮、失眠、食慾不振等生理反應。適當的運動、規律作息、與朋友家人交流，讓情緒有出口，能讓你在處理紛爭時更有力量。命理上還提示你一個微妙的機會，舊賬被翻出同時也意味着結清的機會。如果你選擇勇敢面對、誠懇處理，這不僅能把問題徹底端掉，還能借此機會重塑人際關係和家庭信任。很多人到了晚年，最想要的不再是金錢，而是清晰與安心。你若能在這個節點主動提出合理方案，哪怕是分期還款、合理折價、書面道歉或雙方簽署新的諒解書，都能把潛在的糾紛變成修復關係的契機。在很多案例裡，正是這種主動與誠懇，讓原本可能升級為多年糾紛的事情在短期內得到化解，反而讓家庭和人際更穩固。再從社交與心態層面說說，你可能會發現，一些曾經看起來親近的人，在舊賬被提起後會展露不同的態度。有人會以理服人，有人會以情動人，也有人可能借機放大矛盾。对此，你要辨清哪些人是值得你繼續信任的，哪些人其實只是对利益敏感的旁觀者。老朋友若真誠，願意坐下來把事情擺清楚，說明彼此之間還有修復的空間。反之，若對方態度激烈且缺乏證據，那麼把事情交給規則、公正或法律去裁定，往往比私下爭執更能保護你的權益。記住，尊嚴不等於固執，寬容不等於放棄原則。你可以溫和但堅定地維護自己的底線，同時以成熟的方式處理衝突。這本身就是一種晚年風度。五行與日常習慣也能幫你穩住心神。屬兔人適合以木生火，土制木的思路來養護自己，多吃一些溫和的根茎類食物、五穀雜糧，適量補充蛋白質，少吃生冷刺激的東西。生活上多接觸自然，園藝、木質手工活，既能活絡思維，也能減壓。顏色上偏愛綠色、青色、棕色這類舒緩色調，家中可放置一些易養的綠植，既美化空間也穩固心境。若你信任傳統理療，可以通過推拿、太極、散步等溫和運動來調理體內氣機，避免因舊賬帶來的長期情緒耗損。在處理具體事務上，不妨運用3步法。第一步是收集與確認，把事實、證據、當事人和時間線都梳理清楚。第二步是溝通與協商，在平和的前提下交換信息，提出可行方案並爭取書面確認。第三步是執行與跟蹤，把達成的協議按步驟落實，並設定後續的複查或監督機制，避免事後反悔或理解偏差。很多時候，一個清晰的步驟比一場情緒化的爭執更能解決問題。
也更能讓你保全晚年的寧靜。最後要強調的是心態，舊賬翻出，意味着你還有機會把事情做對，這比讓事情在暗處腐化，變成不可收拾的矛盾要好很多。如果你能以平靜、尊重、負責任的態度去面對，不僅能化解當下的矛盾，更能給後代留下一個成熟、負責任的榜樣。勇敢不是衝動，勇敢是帶着智慧、有準備的去解決問題。破舊立新其實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你在清理過去的同時，也在為未來創造更輕盈的空間。1951年屬兔的朋友們，請把這次舊賬翻出當成一次清點與修補的機會，用理性與誠意去面對，用方法去處理，用心態去守護。若能做到這些，後半生不僅會少許多無謂的紛爭，還會多出一份安穩與從容。人生到了這個階段，最值得珍惜的便是清明的內心與和諧的家庭。願你敢於面對，善於處置，最終迎來真正的破舊立新，後半生順風順水，平安喜樂。如果您覺得本期視頻對您有幫助，別忘了評論、點讚、分享加訂閱頻道。在接下來的視頻將繼續揭示幾千年生肖文化密碼背後所孕育的哪些命運和神秘信息。願您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穩健而有力，確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堅實可靠。